比特币回调结束了吗？多头要突破向上了吗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目前比特币它依然在我们日线级别的下降通道附近，我们是摸来上缘的，不过我们没有产生突破。那这个突破是我们一直都期待的，我们已经等待了6个月、7个月左右了。那如果说这里可以顺利突破的话，我们希望可以走出一波很不错的多头走势。那如果我们有一波很好的多头走势，这里是一定会突破的。但如果这里突破的时候它并没有很干脆的话，那么我们这波上涨啊，我们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目前呢，虽然说我们是面临了这种短期的回调，不过它在支撑上面呢，它一样是站稳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是在看着整晚的。昨天大概在4、5点的时候，然后就插针插到了65000左右。那随后它就进行了很猛烈的反弹了。我们从日线上来看的话，它是一根小小的针哦。可是如果我们切到小级别来看的话，它确实是在65000的位置是完全 V 反的。那它可以在65000产生这么大的反弹，那就表示在65000的支撑是很强劲的。那65000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过，它也是我们这整段的区间啊，非常关键的互换。只要我们还在65000之上，只要我们65000的支撑我们有稳住，我们就绝对有在站稳阵脚，然后向上挑战的机会。如果说我们连65000都失守了，那这波多头它很有可能也就是告吹了。那我们在65000有稳住，我们获得了再次向上测试的机会。不过呢，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在趋势线附近越久，拖越久没有突破，那么这波多头它的可能性它的突破的可能性就越低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这个趋势线附近啊，它已经也是折腾了1、2个礼拜了。那随着这个时间在运行呢加长，我们发生真正突破的几率也在降低啊。对于多头来说，最好的状况就是在没有什么犹豫的情况下，然后就顺利的突破，并且拉出一根很强的 K 线，然后量能也有所体现，这个是多头最希望看到的。不过目前来看的话是，时间越拖越久。那我们之前也有谈到，在日线上呢，这个上升的楔形啊，它一样还是有效果的。这个我们也一样要注意啊。如果说我们在未来的有一天，这个楔形被到边界，或者说被跌破的话，那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再把级别切小一点吧，我们切到4小时，在4小时上的话呢，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整体的回调，也就是我们从69500一直回调到65000这一波呢，整体回调的力度还是很弱的，至少对于我们这段上涨来说是很弱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，它的量能是很小的。当然呢，对于一波突破来说，如果说我们真要走突破的话，我们在这里是一定不可以出现这种放量的空头的。我们但凡出现放量的空头的话，那我们这波多头，那基本上它就是走不出趋势了，它就没办法突破了。不过你看到目前它都是控制的很好，回调的话它都是微微的回调，这样的回调其实是还好的，是不会伤及我们整个要突破的大局哦。当然呢，我们这一波回调下来，它把整个趋势减慢了，也是对这波趋势的伤害啊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这波回调呢，它目前回调的点位是在382，对吧？382其实是一个很正常、很健康的回调啊，并不是说到了382，这个回调它就完全把这波趋势给逆转了，并没有。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，当前其实我们再切小一个级别吧，再切小一个级别的话，如果说我们这波上涨呢，我们是把68000给顺利越过去，那我们这波回调也可以说是结束了。不过现在来看的话，好像还需要再一阵子。其实我们这几天呢，它的流入量也都是符合规则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这几天的流入量呢，它都是非常非常大，基本上它都在2亿美金之上，最低的也在两亿美金之上啊。那我们中间10月22号的时候呢，有一天是流出了，不过一天的流出其实还好啊，只要我们能确保我们未来的每一天呢，我们都是有连续的、有一定量能的流入，那其实这波多头呢就不会，它的根基就不会被动摇。为什么说我们10月22号它有流出？这个流出也是无伤大雅的呢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历史的数据。这个图表呢，黄色线代表的是比特币的价格，然后
绿色的长条图啊，代表的是比特币的流入，红色就代表是流出。你可以看到哦，我们需要拿我们前面走的很不错的流入来作为模板，也就是我们在今年2、3月的时候，当时从38000一直涨到74000这一波，我们那个时候的流入啊，它第一很连续，第二它的量很大，第三它中间并没有什么流出。要有流出的话，那就是可能中间有零星的一天啊，就是一天、2天啊，就这样。那它这种流出也不会连续啊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。虽然说我们的流入量呢是在逐渐的减小啊，这确实是一个危机。我们一定要维持啊，不只是连续流入哦，它要有一定的量能，它流入最少也必须是个3、4亿、4、5亿，我们才能确保这一波上涨。那你说中间有一点流出的话，其实这个还好啊，因为我们在前面我们也有看到，对吧？但它流出的量当然也不可以很大啊。那我们整体的震荡其实一直走到现在哦，我们目前这一波的流入呢，绝对是我们这整波里面最健康的、最有机会的一次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比特币在10月的选择权期权即将到期了。我们这一次呢有42亿美金要交割啊，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。那我们目前的痛点是大概在64000左右，也就是我们在交割前啊，我们的价格会非常接近这个位置至少会往这个位置去靠拢啊，会往64000去做靠拢啊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我们在前几天啊，我们有谈到，他把他的比特币呢的地址去做了转移，不过他转移过后呢，他是没有把它卖出的，他就是纯转移，很有可能是为了管理方便的等等的。因为我们在数据网站上面Allcam 我们都可以看到特斯拉，因为特斯拉的地址都是公开的，特斯拉它是一家上市公司，他们的会计等等的都是要揭露的。那它当然比特币也是会列入会计的认列当中那这些认列的比特币呢，它都会有地址，我们只要观察这些地址，它有没有去做转移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特斯拉有没有做抛售。我们可以从图表上面看到呢，目前特斯拉是持有11500颗的比特币，总价值大概是7亿7500万美金。这些比特币呢，它都是依然坚定的继续持有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。